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3月5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还是要提醒大家把订阅先点好，以便后续观看我的内容。因为纳指的走势 ，Lucy 已经提前剧透了。那纳指的走势呢，真是一出大戏啊！原本我分析一周的一个走势，2天给你演绎完成啊。早盘跳楼，午盘蹦极，尾盘打滑梯。咱们就说这个效率高不高？那先来说说为什么会引起这样一种走势呢？首先呢，我们要看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美欧关税谈判僵局，路透社爆出双方互加钢铁关税的一个细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特斯拉连环利空。首先呢是目标价被砍，再加上董事长的一个套现3亿刀。第三个方面呢是欧洲股市崩盘的一个拖累。那么德国暴跌了 3.5%， 直接带崩情绪。但这一天的65点振幅藏着多少惊心动魄呀？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股票的走势图吧。今天我们的视频呢还是会分析4个方面，但是呢 Lucy 把纳指放到了最后一部分。首先呢，我们要去看一下特斯拉它破位也是机会，那 Lucy 还是一个看涨维持不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去看一下苹果公司，那我们要知道巨头的一个倔强的走势它代表着什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英伟达英伟达虽然再创新低，但是它的走势是一根阳线，那到底后续要如何演绎 Lucy 今天也来盘一盘。那么第4个方面呢，才去讲纳指因为只有巨头的一个走势贡献我们才知道纳指它要如何演绎。那么此前 Lucy 呢在18000点判断它的一个反弹一触即发昨天也是实现了这一个结论。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图表的一个走势。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特斯拉它的一个走势图。那么我们昨天看到纳指它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倾巢之下无完卵。那么特斯拉它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那首先呢，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下跌是不是特斯拉贡献了一部分。首先呢，我们看到此前咱们这个防守位呢，昨天就是破了昨天破了。我们呢就事论事因为此前呢 Lucy 判断的一个黄金分割的点是282，但是呢咱们这个最低点的275真的是岌岌可危。那不管怎么样，昨天的一个走势咱们就说它出现的这个十字星，其实十字星本来就是代表分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Lucy 也是看，那你说纳指它的一个下跌，包括其他的巨头下跌，特斯拉它肯定不能这个独善其身，这是我们刚刚的一个结论。那我们看一下，其实从成交量上来看的话，是有资金来参与的。在这个位置，其实此前呢 Lucy 看到它有一个高的一个成交量，包括股价都是跳空向上的而且呢，这一段的一个 K 线呢，其实明显的一个大幅拉升，加上它的一个放量，其实就是有机构资金在抢筹那机构资金在此一轮抢筹，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的股价已经实现了一个80%的一个走势。但你说它要是这个巨头真的在这个位置机构减仓了呢，不太现实。因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它没有那么快那么肯定有一部分资金，也就是 Lucy 昨天看的这个机构筹码它在这个位置还有一部分资金没有走，也就是这个2个点。其实 Lucy 此前讲过，我们的这个压力突破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虽然说把这个支撑不断的在下移，但是它虽然破位了，但 Lucy 也会看它的一个上涨的是这个观点不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如果说以这个为参照的话，它是破位了，但是十字星的一个分歧呢，我们再给它1天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它如果这样涨上来了，或者说这个阳线大一点涨上来了，那这个过程呢，我们说它这个跌破呢是短暂的，有可能是这个假跌破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就要去跟踪。但是无论如何Lucy 在一众下跌的过程中呢，看到了生机，也就是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有资金参与的。它的一个反弹呢 ，Lucy 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观点不变。当然呢，也需要其他巨头的一个配合。如果说只是特斯拉涨的话，那也不太现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且行且珍惜。如果说价格向下的话，你就不要去接刀子。但是，一旦出现反弹的话我觉得我的观点，而我的行动也是一致的一个买入。
这个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此前呢一直有在跟踪啊，这里我就不赘述了。那么特斯拉的一个判断呢 ，Lucy 还是向上的啊，这里观点明确。那在这个过程啊，这里啊有个小彩蛋啊，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我不去抄底的话，我 Lucy 又要用期权了啊 ，buy call 去参与啊，去参与这个过程呢啊，可能会这个。本周的或者是下一周的啊，这个合约可能会好一些啊。本周的这个合约和这个下周的啊，有可能会好一些。那么用这个方法去参与的话，我想这个特斯拉的话，我们不至于伤害太大啊。这个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我们再来去看一下这个苹果公司啊，昨天 Lucy 说啊，苹果啊最后的倔强，因为什么？它是一个这个。贡献纳指的一个巨头。此前 Lucy 呢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抄底，在这个拉升的过程中，我认为它会延续它的一个方向，但是无奈呀，纳指啊它整个的一个方向是向下的。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呢我们看一下 Lucy 的这个 MACD 啊出现了红柱，而且昨天呢在看盘的小伙伴应该能发现，早盘的时候只有谁在护盘啊？早盘的时候只有苹果在护盘。这个我们说巨头的一个倔强的走势呢，就是这么来的。早盘只有它在护盘，只有下午的时候啊，英伟达才拉起来啊。所以说早盘呢，我们要感谢一下苹果公司啊，它没有跌那么快。但是啊，我们要尊重一个客观事实是什么呢？这个 Lucy 的一个模型出现了一个红柱子变长。这个红柱子变长呢，就说明它的一个动能其实是向下的了，所以这个位置能不能保得住啊？这个我们还要再继续看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还有就是我们第三个判断的这个依据呢，就是 OBV 这个指标啊。Lucy 好久没讲了，我们再开始说一下啊。OBV 呢现在出现了一个黄线向下，然后白线的一个下穿。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走弱的一个现象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情绪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苹果公司啊，我们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呢没有去参与，或者在这个纳指没有企稳的情况下啊，我们还要再等啊，再等它的一个这个变盘。如果说这个红色的线没有变长，然后呢 OBV 又走平的话啊，我们再去寻求一个这个支撑位置，这个是对苹果公司的一个这个分析。那么这个模型啊，首先呢这个相关的 MACD 啊和 OBV 呢，这里 Lucy 用到的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型是来给大家讲解的。那有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了， Lucy 准备的小礼物送给大家，是 Lucy 精心整理过的独家3金共振战法啊，可以帮助大家呢和 Lucy 一起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一个实时变化。那首先呢，我们看的指标啊，我们不能说等到收盘看 Lucy 复盘视频才知道它是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手里啊有这个3金共振战法的话，你会在盘中就能看到这些结果了啊。那本周 Lucy 团队的老师呢还准备了内部教学的课程。那如果说你想学习到多元化的技术分析，那想进一步的学习的同学们呢，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这个直播课程。报名的方式呢是在 Lucy 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置顶留言链接里啊，有一个这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点击链接的话，你给助教老师发送一个礼物，你就能拿到这个3金共振战法的指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巨头的走势啊，这里是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走势。那我们不得不说啊，英伟达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这个看它的脸色，我们就知道纳指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那首先呢 Lucy 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它昨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向上反抽的一个走势。但是无论如何啊 ，Lucy 昨天也在说这个位置不是抄底的啊，不是抄底的位置。有朋友说啊，哎，昨天这个英伟达的走势啊，盘中有一个7%的一个振幅啊，左边这个图片是英伟达昨天的一个分时走势图。那 Lucy 说，从最低价110块3毛1到这个最高啊119块3毛1，这个过程其实有7个点的振幅啊，但是你能不能抓得住啊？所以说 Lucy 认为呢，在这个过程，英伟达呢还不是一个抄底的一个动作，最起码我们要知道啊，它要站稳这个高量的一个位置。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它昨天是触碰过之后呢，因为的一个其他情绪的一个影响啊，它出现了一个回落，也就是这一段。
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说这个过程呢 Lucy 也这个剖析一下，那从这个 MACD 这个位置呢，它红色的柱子还是变长的，所以这个位置呢 Lucy 还是坚持不抄底。因为我们此前说了，它这个位置支撑的位置呢在100块，它还没到它才到110还有10块钱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怎么来确定它能抄底？除非它今天再走一根阳线把它拉回来。实际上从 MACD 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有点困难，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英伟达可以先不参与，这个是 Lucy 对英伟达的一个判断。所以昨天 Lucy 就是对这个图形也已经有了一个预判。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就是昨天 Lucy 的3月4号的一个视频。那这个过程中你看到没？这个就是我画出来的，它就是会反抽这里但是反抽之后呢，它还是会向下呀。所以说这个动作如果说我们拿捏不到这7%的一个振幅的话，我宁愿放弃这个就是 Lucy 的一个独家的判断，也是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就是里面用到了什么？用到了这个 MACD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其实有分歧的这个一路下跌是一路有资金在参与。但是这个位置参与到底是真的来抄底，还是说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铺垫？这里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 Lucy 选择不参与这个是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好，我们分析完英伟达的一个走势之后呢，我们把所有巨头的走势呢其实分析完一遍我们就知道纳指它要怎么走了。那首先呢，这张图表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然后呢，我们都知道昨天其实纳指呢是出现了一个先是向下的一个动作，那么它一度击穿了18000点这个位置17900这个900多点好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触即发反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时的一个走势，这就是 Lucy昨天说的这个具象化的一个走势。实际上它是一个低开，它已经很接近18000点了，但是呢它向下的一个动能实际上当时出现的一个 K 线是一根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低点没有在变低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抬高，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到后面的一个高点呢，是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线，我们把它这个画成实体。所以说这样就是一个微型的走势。那昨天 Lucy 呢内部课程也给大家画了这个图形，但是这就是 Lucy 说的，本来1周的走势直接让它1天搞定了。所以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加这样的一个图形它才会出现一个反弹。在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反复的，它反抽了一个这个白色的这个短期均线。那我们就要去知道它这个线它这个反抽的力度到底有多强，也就是等于说这个方向是空方然后呢微型反转这个是多方，那就是说看谁的力度要强一些。如果多方强的话，今天又是一个反弹又是一个反弹。那我想就是英伟达呀、特斯拉呀，它的一个走势的话就会好看很多。但是如果空方还是力度很强的话，那我想这个位置18000点，它想夯实这个位置，那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多方的一个努力那如果被空头砸穿的话，我们向下的空间呢，那还是要去测算的。那我们现在看 MACD Lucy 这个 MACD 呢是特殊的一个指标，所以这里边呢会快速一点。这个 MACD 红柱子还是变长的所以说它下降的这个速度还有这个动能还是有一点大。所以我现在不建议在这个位置说一触即发去反弹抄底，因为如果说你抄底特斯拉，它没有多少这个空间；如果你抄底英伟达，那恭喜你，你还有7%的一个这个空间。所以说这个目标选取实际上现在是迷茫的，所以这个位置呢 Lucy 建议还要等多今天一根。如果说出现这个，那就可以直接去参与了。你参与一个纳指的一个反弹的话，你不妨可以去参加这个 TQQQ 这个那也是一个机会。这个就是纳指的一个分析。那后市呢有3大变量Lucy 也来盘一盘。那首先关税一个谈判的进度，3月中旬之前呢，特别是汽车和芯片的一个关税，那纳指呢有望冲击19000点。那如果谈判的破裂了，科技股就要小心了。
巨头的一个财报风险呢是第二个方面了啊。3月15号呢，英伟达 GTC 大会能否推出下一代的 AI 芯片啊，很重要。那么第二呢，就是特斯拉的一个1季度的一个交付量，如果说这个数字跌破了40万辆，那必将引发新一轮的一个抛售。那么后续呢，这个数字啊，还是要观看 Lucy 的视频一起跟踪吧。那资金呢，它的一个迁徙的逻辑啊，现在看来中概股逆势吸金呢，其实绝非偶然。国内的设备更新，还有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一个政策呀，可能会催生一个新的主线。咱们今天的分析呢就到这儿，明天见喽，拜拜。